5月31号起，一连3天，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本届香会有哪些关注焦点？目前，国防部长董军及中方代表团已抵达新加坡，中方有哪些参会安排？来看看深圳卫视特派记者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今年的香会将于5月31号至6月2号在我身旁的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根据主办方发布的议程，今年的全体会议共分7节，与会的各国防长都将在这一环节发表演讲。其中，中国防长董军将在6月2号围绕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做大会发言，而防长奥斯汀则将在6月1号带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演说。双方将就哪些议题展开交锋，以及双方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也备受全球媒体关注。此外，按照惯例，主办方还将发布2024亚太地区安全评估。我注意到这6大章节中就有单独的一章是中美危机管理，可见中美关系是此次香会焦点中的焦点。主办方还透露呢，此次报名参会的媒体有多达350多家，可见今年香会的热点之多，热度之高。自2007年中国军方派团参会后，香会逐渐成为中美两军交流的重要场所。对于中方代表团的参会安排以及中美防长在香会期间进行面对面会晤的可能性，30号在北京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吴谦也回应了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的提问。据报道呢，国防部长董军近日赴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顺访新加坡，可否进一步介绍参会情况？另外呢，美国国防部宣布呢，美国防长奥斯汀将与中国国防部长呢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举行会晤，可否予以证实？谢谢。关于董部长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顺访新加坡，我们已经发布了信息。 后续将根据进展，适时介绍相关的情况。中方认为，中美两军高层保持战略沟通，有利于稳定两军关系，增进相互了解。中方对此持开放态度。 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举办的前一天，国防部新闻发布会举行。对外界普遍期待的中美防长是否会晤，发言人吴谦大校充分展现了中方开放和珍惜的态度。但值得细品的是，对于全场7个涉及到中美关系的提问呢，吴谦大校的回答仍然犀利，指出美方人为制造对抗风险的根本性错误，包括台海问题、南海问题以及中俄话题等。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观察，如果中美防长会晤，是否会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到中方坚定维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一贯态度。 吴谦介绍，董军部长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做大会发言，并会见有关国家代表团团长。访新期间，董军部长将与新政府和防务部门领导举行会见会谈。根据新加坡国防部30号公布消息，当天董军和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在新加坡的国防部大楼共同主持了第3届新加坡中国防长对话，并重申双边防务关系的积极发展势头，体现在两国定期的高层级交流、军队间的互动以及防务机构之间日益增多的学术交流等。这是董军去年12月接任中国防长以来，中新两国防长首次会面。新加坡联合早报提到，今年中新两军将在中国开展2项演习，分别是陆军合作演习以及海军海事合作演习。董军和黄永红对此表示支持，认为这类演习有助两国加强专业领域和人员之间的联系，进而提高互信和了解。两名防长还针对国际和区域安全事务交换意见。 香格里拉对话会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因其每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而得名。自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香会已经成功举办20届，如今已成为讨论亚太安全具影响力的多边平台之一。 I think the Shangri-La dialogue has indeed come a long way since its very beginning. It's grown both in terms of the size, but also in terms of the level or stature. You mentioned the purpose of the conference is really kind of like a gathering place, a kind of summit of sorts for Asian defense, Asia-Pacific defense ministers. This, I think, hasn't changed. Although, as your story has mentioned, that the theme has kind of naturally adapted with the changing times. Focusing on various topics like terrorism,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ens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根据主办方发布的日程安排，今年会议的议程也由首日的开幕晚宴、第2日和第3日的全体会议和分组会构成。根据传统，开幕晚宴上，主办方将邀请一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发表主旨演讲。今年进行主旨发言的是菲律宾总统马科斯。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香会历史上首次由菲律宾总统发表主旨演讲。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提到，由于当前菲律宾在南海进行了一系列挑衅举措，各界必将密切关注马克思的演讲内容。Previous world leaders have used the platform to outline their country's position on at times contentious security-related issues. This year's speaker, Philippines President Ferdinand Marcos, likely to reiterate his country's increasingly assertive stance on the contested South China Sea, where tensions have been escalating. All eyes will also be on other claimant states, including China, who are likely in the ballroom, and their response in the days to come. 微信公众号日渊谈天30号发文指出，在美国和其他区域国家的撑腰下，菲律宾大概率会在相会上把矛头对准中国。联合早报引述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副教授李明江的观察认为，马克思可能希望利用相会带节奏，妄图带动舆论向中方施压。不过，有中方代表团成员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方不是去相会吵架的，不少人希望看中国和其他国家吵起来，幸灾乐祸，这样的小心思可以消停点了。但不吵架不意味着不斗争。中方代表团专家表示，中国代表团敢于斗争，同样善于斗争。人民解放军会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除了南海议题，台海议题也是外界预期此次相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不久前，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鼓吹台独理念，公然抛出新的两国论。解放军进行联合利剑2024A 演习，对台独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惩戒，但美方却颠倒黑白，频繁发出杂音。中方代表团成员军事专家张弛表示，从美媒在相会前炒作南海、台海相关议题可以看出，中美博弈过程中，美国自己的战略焦虑明显上升，中方的战略自信很强。除此之外，巴以冲突、俄乌冲突、人工智能、全球人道主义行动等，也在本届相会的议程表上。曾参加过10届相会的军事专家赵小卓观察指，今年相会的整体基调比去年相比变化不大。在美国继续奉行对华遏制打压政策、俄乌冲突延宕等背景下，亚太安全形势持续承压，一些小问题正在被放大，老问题显性化。赵小卓提醒，作为由西方搭建、受西方价值观引领的多边舞台，相会一路走来，主要展示了美西方的地区安全战略对安全问题的看法。议题设置上或明或暗的带有指向性和挑战意味，发放邀请时选择性愈发凸显。自俄乌冲突发生以来，俄罗斯官员学者未曾受到邀请，乌克兰总统却在大会上高调发表视频讲话。赵小卓直言，虽然相会正在变味，但中国坚持高规格参会，是因为中方希望借此平台传播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增信事宜，展示开放、包容、自信的大国姿态，这也是对相会的一种纠偏。好的，我们来连线正在新加坡的同事黄海宁。海宁您好，那么相会召开在即，您在现场有什么样的观察呢？如果让我来形容香格里拉对话会，我觉得离不开2个关键字：听和说。这是一个既能听又要说的场合。对话会的特色是由政府部长主持的全体辩论，以及有代表团之间进行双边讨论的重要机会。今年呢，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550多名代表，而这一数字并不包括世界各地来的媒体记者。借由这一平台，通过多次的演讲发言，让世界听到不同的声音，通过双边会见交流，让彼此更深入的理解。见面聊一聊，总比二话不说打起来强。今年的相会无疑有其特殊的看点。当前世界不仅交织在俄乌巴以2场冲突中，台海、南海等问题同样备受关注。按照惯例，主办方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每年都会邀请一位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发表主旨演讲，他们的身份和演讲内容和当前的热点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注意到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将成为今年相会开幕晚宴的主旨演讲嘉宾。这对中方来说，意味着在这一场合不仅要听，更要说，还要让中国的声音传播出去，这是清晰表达中国军方立场的良好时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中国国防部长董军的相会首秀。董军部长在相会开始的2天前，已经抵达了新加坡进行访问，并在30日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共同主持了第3届中新防长对话。今年将在中国举办2场中新联合军演，双方还确认彼此拥有积极的防务关系，这也是董部长与黄部长的首次会面。在新加坡刚刚完成历史上第3次总理更替的背景下，中新防长第一时间进行交流，相信其深远的影响不会只局限在中新双方。